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來聊聊氣候變遷。一講到這個，你腦中第一個跳出來的十之八九就是二氧化碳，對吧？沒錯，所有的政策啊、新聞啊、討論全部都圍繞着它。但如果我現在告訴你，在這場戰役中，我們可能一直都忽略了一把更猛、更快的武器，一個能在短期內直接幫氣候暖化踩下剎車的秘密武器，你覺得怎麼樣？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要深入探討的核心問題。想要減緩氣候變遷，我們的火力只集中在二氧化碳，這樣真的夠嗎？答案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而且這個答案背後其實藏着一個你可能從沒想過的巨大機會。今天我們會透過6個步驟，一步步揭開這個隱藏的機會。首先，我們會先找出，現在的氣候戰場上到底有什麼巨大的盲點。再來，我會帶你認識一群威力超強的超級污染物。接着，我們會來拆解一下驅動這一切的碳市場引擎，看看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然後，很重要，來看看現實世界中有哪些狠角色已經在行動了。當然啦，我們也要很誠實的來看看這個方法要規模化會碰到哪3大挑戰。最後，我們一起來思考，那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準備好了嗎？我們開始吧。好，第一部分，氣候戰場的盲點。為什麼那些你可能連名字都沒聽過的污染物，在短期內反而比二氧化碳更重要？這麼說好了，我們都知道二氧化碳是長期的大魔王，它就像一種慢性病，慢慢侵蝕整個系統。但我們今天要談的是另一種東西，它比較像是會讓你突然心臟病發作的急性殺手，它們的短期殺傷力真的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有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震撼力，是美國環保協會的會長 Fred Kropf 說的。他說，光是今年排放的甲烷，在未來10年內對地球造成的暖化效應，就會超過全球所有化石燃料燃燒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你沒聽錯，再聽一次，超過所有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我們花了這麼多力氣在討論減碳、能源轉型，結果在短期內的影響力竟然還輸給了甲烷。這句話可以說是徹底顛覆了我們過去對暖化問題的優先級排序。這就帶出一個很關鍵的概念：如果我們把二氧化碳的暖化效應當作一個基準線，那這些超級污染物的短期衝擊根本就是核彈級的。這聽起來很可怕，沒錯，它們是個嚴峻的威脅。但你反過來想，這也代表一個巨大的機會啊！因為只要我們能快速、精準地拆掉這些氣候核彈，我們就能用最小的力氣，在最短的時間內看到最顯著的降溫效果。這就是所謂的快、狠、準。接下來，我們就進入下一個關鍵點，來深入了解一下這些超級污染物點到底是什麼來頭。來，我們來認識一下這些威力強大的氣體。所謂的超級污染物，主要指的是像甲烷，化學式是 CH4。還有氫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s 這一類的氣體，它們的特性是什麼？就是在短時間內，它們捕捉熱能的效率遠遠高於二氧化碳，是非常非常強效的溫室氣體。你可以這樣想象，如果說二氧化碳是幫地球蓋上一層薄毯子，讓它慢慢升溫，那這些超級污染物就是直接給你蓋上一件超厚的羽絨被。那個升溫效果又快又猛，我們通常用一個叫做全球暖化潛勢，英文叫 GWP 的指標來衡量。我們拿甲烷當例子，如果把時間拉長到100年來看，1公斤甲烷的暖化潛力大概是二氧化碳的28倍，已經很驚人了。但接下來這個數字才是真正的重點。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縮短，只看未來20年內的影響，你猜這個數字會變多少？直接飆升到80倍，這就是為什麼它前面要加一個“超級”這個詞。請各位記住這個數字80倍，在20年這個尺度上，它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80倍。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我們只要減少1噸的甲烷，在短期內就等於減少了整整80噸的二氧化碳。所以啊，處理這些超級污染物，就像是為失控的氣候暖化狠狠地踩下緊急剎車。效果最快也最直接。好，既然我們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了，那解決方案呢？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第3部分，碳市場的引擎。這個機制它的核心精神就是把清理污染這件聽起來很花錢的事，變成一個可以賺錢、可以持續下去的商業模式。它的運作方式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污染懸賞系統，還蠻有趣的。第一步，先發布懸賞，也就是去找出污染源在哪裡，可能是一個在漏氣的油井，或是一台廢棄的老舊冷氣機。第二步，獵人出動，派出專業團隊去捕捉並且銷毀這些超級污染物氣體。第三步，公正驗證。這很重要，要由獨立的第三方機構來確認，你銷毀的過程和數據都沒問題，不是亂蓋的。第四步，獎勵發放，這些經過驗證的銷毀量就會被轉換成有價值的碳權。最後一步就是市場交易，那些需要達到氣候目標的大公司就可以來市場上購買這些碳權，同時也資助了更多獵捕行動的進行。不過，要讓這個市場能夠健康的運作，而不是變成企業拿來飄綠的工具，就必須要遵守一個非常非常核心的原則。這個原則叫做額外性 （additionality）。它的意思很簡單，就是說，一個碳權只有在如果沒有這筆賣碳權的收入，這個減排活動根本就不會發生的情況下，它才算數。這就確保了我們投入的每一分錢都是真正催生了新的氣候行動，而不是拿去補助那些本來就要做或者本來就在做的事，確保錢都花在刀口上。接下來，我們從理論走向實戰。第4部分，我們來看看在現實世界中，到底是哪些買家和開發商正在努力讓這個市場成真。Google 的碳權採購負責人 Randy Spark 他說的非常直接。他說，我們有個巨大的盲點，那就是所有非二氧化碳的溫室氣體，它們造成的暖化效應幾乎佔了一半。那在我們的減碳計劃中，它們的佔比就不應該是0吧？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什麼？你想想看，如果你的船底破了2個大洞，一個洞叫二氧化碳，另外一個洞叫超級污染物，結果你只拼命堵其中一個洞，那這艘船最終還是會沉。這就完美解釋了為什麼像 Google 這樣的科技巨頭會願意跳進來，成為這個市場的關鍵買家。而且Google 不只是個單純的買家，他們更像是一個市場的建築師。他們會用預先採購的模式，就像是天使投資人一樣，先給錢幫助那些開發商有足夠的資金去擴大規模。在計算減排影響力的時候，他們選擇用更能反映問題急迫性的20年暖化潛勢，也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80倍那個數字。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把這件事定位得非常清楚，處理超級污染物的碳權是用來補充而不是取代長期的二氧化碳移除計劃。這是一套非常清晰而且很有遠見的策略。好，有了大買家，還需要專業的污染獵人。這些就是專案開發商，他們在世界各地執行着各種高難度的任務。比方說，有一家叫 Recool It 的公司，他們的团隊就深入印尼的鄉間，專門去處理廢棄冷氣機裡面的氫氟碳化物。那一家叫 ECC 的公司，他們則像是礦坑裡的拆彈專家，專門處理美國那些廢棄煤礦裡滲漏出來的甲烷。還有一家叫 Trade Water， 他們的戰場更廣，從老舊倉庫裡的冷媒庫存到那些沒人管的廢棄油井，都是他們的目標。他們就像是氣候戰場上的特種部隊，針對不同的污染源進行精準打擊。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既然這個方法這麼有效，理論上應該大家搶着做才對啊。那問題就來了，為什麼它到現在還沒有成為主流？第5部分我們就來誠實的談談，它要規模化所面臨的3大挑戰，阻礙它成長的絆腳石主要有3個。第一是需求不夠，市場上還沒有足夠多的買家，所以這些專案很難拿到大規模的融資。第二是信任問題，你必須要確保測量是精準的，每一個碳權都代表着真實的影響力，這點至關重要，也是最難的。第3也是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形象問題。你想想，這些專案通常都是在處理工業廢料啦、廢棄礦井啦，實在很難拍出像種樹那樣陽光正面的照片。你很難讓你的股東或消費者對着一個生鏽的氣閥感到溫馨和感動，對吧？它缺乏那種公關上的魅力。我們可以來做個直接的比較。你看，超級污染物專案的可測量性非常高而且直接，數據很硬。但是像種樹這種以自然為本的解決方案，它的變數就很多，計算起來就複雜得多。再來看到影響速度，
前者是立即見效，你處理掉暖化效應就馬上減少；後者樹要長大，可能需要數十年的時間。但在魅力值或者說公關效應上，情況就完全反過來了。這就凸顯出一個很有趣的權衡。這些處理污染的專案雖然不怎麼上相，但他們的影響力卻更快速、更容易被驗證。這也讓我們去思考，現在的市場究竟是更重視實質效果，還是更重視公關效果？好，了解了機會和挑戰之後，我們來到今天最後一部分。那下一步呢？這個被隱藏的機會，在整個氣候戰略的大棋盤上，到底應該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今天的核心觀念有4個。第一，時效性，處理超級污染物是現在這個時間點能夠減緩暖化最快也最划算的方法之一。第二，互補性，記住它是一個關鍵的補充策略，是來幫我們爭取時間的戰友，而不是要用來取代長期的二氧化碳減排。第三，橋梁作用，在各國相關法規還沒完善之前，碳市場就扮演了資助這些氣候行動的關鍵橋梁。最後，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策略順序。成功的關鍵在於，要先找到真正有效的解決方案，然後再想辦法把它包裝得夠酷、夠吸引人。順序很重要，先求有效，再求帥。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當我們把目光從大家都在看的二氧化碳身上稍微移開一點點，就會發現一個充滿潛力的全新戰場。這些超級污染物，它們的暖化威力極強，但這也反過來意味着處理它們的效益極高。透過碳市場這個金融工具，我們有機會把清理污染變成一門可行的生意。這吸引了像 Google 這樣的企業投入，也催生了像 Recollect、ECC 這些專業的污染獵人。雖然它現在還面臨着需求、信任和形象這3大挑戰，但它提供了一個無可取代的價值，那就是為我們全人類爭取最寶貴的時間。它不是要取代長期的減碳工作，而是為我們贏得喘息空間的緊急剎車。所以，這也留給我們一個很值得思考的問題：解決地球上這些最強效的污染物，會不會就是下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同時也能為全人類買到更多未來的一個巨大的氣候商機呢？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